在老公包里发现了瓶女士润滑油，我没有吵，也没有闹，只是偷偷换成了502。凌晨2点，新来的月嫂被送进了急诊。任明阳在卧室里洗澡，他包里的手机震动个不停，吵醒了刚睡着的我。我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是400开头的骚扰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把手机放回原位，手指却无意间碰到了某个东西，冰冰凉凉的，很光滑，像是一个小瓶子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好奇心还是让我想要一探究竟。粉色瓶身，包装上是搔首弄姿的动漫女性，文字全是日文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玩意。我心里一紧，急忙用搜图软件扫描瓶身，跳出来的信息让我瞬间僵住。这是一款女士润滑油，强刺激款的，而且开封了。明显是用过了，我眼前一阵发黑，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。我还在坐月子，这东西自然不可能是和我用的。任明阳，他出轨了，这个念头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刺进我的心脏。浴室里的水声依旧在响，我的脑子却一片混乱。我颤抖着手打开了他的手机，亲老婆是置顶，里面除了工作就是日常生活的琐碎对话，平淡的让人挑不出一丝毛病。某手、某音、酒店预订软件，甚至游戏软件，我都快速翻了一遍，却找不到任何可疑的痕迹。难道这瓶东西是别人的恶作剧吗？我还尝试着给这瓶润滑油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，可是下一刻，我的手指却无意间滑到了一个备注名为工作的文件夹，里面竟然有一个育儿软件，这不对劲。任明阳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，他的手机软件归类非常分明，育儿软件怎么可能被放在工作文件夹里？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手指不受控制地点开了那个软件，里面的聊天记录让我如坠冰窟。3月8日那天，我因先兆流产被紧急送进医院，他在病床边守了我一整夜，忍了3个月，以为终于能开荤了，没想到他这么没用。今晚你先去医院旁开个吧，快憋死我了！这次记得穿护士装，再见。5月20日那天，他和我去拍了孕妇写真，还在众人面前重新和我求了一次婚，说要和我过52个520。他哭的时候肥肉都在抖，真让人倒胃口。明天我出差，你过来陪我几天吧，我好想你，想弄死你。9月10日那天，我正躺在产房打催产素，他却哭得比我还厉害，说再也不要我受苦了。听说生完孩子就跟破布袋一样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又想你了？发点视频给我解解馋吧。你现在能来一趟医院厕所吗？我受不了。10月6日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们拍了全家福。他笑着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家3口。今天当着他面，你叫得好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抱着孩子看着我傻笑呢。而最新的一条信息停留在今晚玩点刺激的吧。我的胃里涌上一阵剧烈的恶心，我死捂着嘴，生怕自己会当场吐出来。这些污言秽语居然是从老实巴交的任明阳嘴里说出的。我想不明白，真的想不明白。明明他平时对我那么好，回家准时，工资上交，孕期的时候他更是家务全包，每天不厌其烦地给我按摩浮肿的双腿，小心翼翼地给我涂妊娠油，甚至笑着帮我手洗内裤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手里怕化了。我每次去医院产检，他前一晚总会焦虑的一晚上睡不着。我生产时，他守在产房外，哭得比我还大声。别人坐月子睡不了一个整觉，而我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，因为任明阳已经提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金牌月嫂、营养餐单、育儿知识。他甚至每天晚上都会起来哄孩子，只为让我多睡一会儿。连我闺蜜都说，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是啊，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出轨呢？可现实却狠狠扇了我一记耳光。任明阳出轨了，从孕期就开始了。我抬手擦干了眼泪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不，这不是该哭的时候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用手机将这些聊天记录一一拍下，接着我将润滑油里的液体换成了502胶水。虽然我不知道任明阳出轨的对象是谁，但是今晚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刚把东西放回原位，浴室的门被推开，任明阳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了出来，看到我坐在床上，他的脚步顿了一下。老婆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他的声音依旧一如既往的温柔。我抬起头，视线与他的目光相撞，那一瞬间，生理性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涌了出来，像是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。任明阳看到我哭，立刻慌了神，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满眼心疼。老婆，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坐月子可不能掉眼泪，不然会落下月子病的。他的动作很轻柔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那些聊天记录，我几乎要相信他的关心是真的了。原来爱真的可以演得如此逼真。我眼眶通红地盯着他，声音有些发抖。老公，我刚梦到你出轨了。任明阳愣了一下，随即轻笑了一声，伸手将我圈进怀里。傻瓜，梦都是反的，你还不如梦到我死了呢。我捏紧手心，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，却还是装作开玩笑的样子问他：老公，我现在又胖又丑，你还爱我吗？任明阳松开我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眼神深情。随后他低下头，虔诚地在我的额头落下一吻。我的老婆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再说，你可是我追了10年才追来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爱你？是啊，任明阳追了我10年，他连肾都能分给我一个。我曾经真的宁愿相信母猪会上树，也不会相信任明阳会出轨。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残酷，那些聊天记录像一根根刺，深深扎进我的心里，扎得我鲜血淋漓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开口道：老公，如果你真的出轨了，你能去死吗？他的表情里闪过一丝不自然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我死都不会出轨的。任明阳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辜负真心的人就该去死。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这样才对吗？我老婆笑起来最好看。任明阳端来了一杯热牛奶，递到我手里。老婆，
喝点牛奶，助眠的。当我接过牛奶，轻轻抿了一口，下一刻我放下了杯子，皱了下眉头。老公，小宝好像在哭，你去看看。任明阳没有怀疑，转身走出了房间。我快速将牛奶倒进了水槽里，看着乳白色的液体顺着水流冲走，我心里冷笑，原来这就是我一觉睡到天亮的原因。任明阳回来的时候，目光扫过已经空了的牛奶杯，眼里闪过一丝莫名的兴奋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老婆，语气温柔。小宝睡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点点头，装作困倦的样子，打了个哈欠。那就好，我也困了，睡吧。他笑了笑，伸手关掉了床头灯，房间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闭上眼睛，呼吸平稳，好像已经沉沉睡去。半夜，任明阳轻轻拍了拍我的脸，试探性的叫了2声“老婆，老婆”。我闭着眼睛，装作熟睡的样子，打起了微微的鼾声。任明阳停顿了好一会，似乎在确认我是否真的睡着了。随后他才轻手轻脚地爬下了床，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吵醒我。确认他离开后，我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。任明阳可真够拼的，这个点了还要出去会情人。我拿起手机，悄悄起身，跟在他身后。快了，我很快就能拿到证据了。令我意外的是，任明阳并没有出门，而是转身走进了次卧。次卧是小宝的房间，我心里一震，难道是今晚的试探让任明阳改变计划了？下一秒，我才知道任明阳远比我想的还要恶心。喂，你今晚不过来了？你真大胆，又不怕他知道你？女人的声音从次卧里传来，我心脏猛然一缩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这是月嫂林莹的声音。林莹是任明阳给我选的月嫂，平日里她总是穿着朴素的衣服，头发随意扎成一个低马尾，脸上几乎不施粉黛。虽然年纪和我差不多，但是做事做人很有分寸。除了照顾我和小宝外，她都尽量缩在房间里，减少和任明阳的接触，所以我压根就没往她身上想。一阵脱衣服的窸窣声将我带回了现实，任明阳的声音里满是急不可耐，像是饿了很久的野兽。他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莹莹，快让我摸摸，我快憋死了。我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他问你出轨了怎么办，他是不是怀疑了？林莹的语气隐隐有些不安。放心，他很信任我，我天天晚上爬上你的床，他只会心疼我加班辛苦。你真坏。林莹的声音软了下来，带着呻吟。你不就是喜欢我的坏吗？他们的对话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下割在我的心上，好痛！他们居然敢在我的家里，在我的孩子旁边做这种龌龊的事，我真想冲进去将他们都捅死。可理智告诉我不能冲动。今天真的要试吗？任明阳跃跃欲试。好痛啊！忍着点儿，痛很正常，乖，放松。任明阳，你图的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会站在一起？林莹努力想要挣脱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502胶水已经发挥作用了。任明阳也很慌张，他捂着林莹的嘴，小声点，难道光彩吗？我也站上了啊！他们尝试了半小时，最终无奈还是叫了救护车。两人以一种诡异的姿态被担架抬上救护车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救护车渐渐消失在视线里，这才重新回到次卧。婴儿床上的小宝正睡得香甜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摸着他的小脸，暗暗下决心。小宝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随后，我的目光落在床上的粉色瓶子上，真好，他们全用光了。任明阳和林莹是第2天晚上才回来的，一个人夹着大腿，一个人夹着屁股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一瘸一拐挪了进来，姿势看起来很怪异。我死死掐住手心，才忍住没笑出声，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扫视。你们去哪里了？我故作关切地问道。怎么一天不见人？任明阳的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，眼神躲闪。公司临时有点事儿，忙了一整天，正好在楼下碰见林莹了，就一起回来了。听起来毫无说服力。我转过头，目光落在林莹身上。林莹，你怎么一天不见人也不说一声呢？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。林莹的脸色苍白的吓人，嘴唇微微颤抖，显然是还没找到合适的理由。孙小姐，我……任明阳见状，连忙帮他开脱。林家里有件事儿，和我请假了，我忙起来就忘了和你说了。林莹连忙点头附和。沈小姐，我现在去带孩子。不用了，我爸妈说想孩子了，所以要带几天，正好你也可以轻松下。林莹愣了一下。哦，那我现在去给你做饭，快去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语气平淡。他偷偷看了眼任明阳，眼里满是委屈。但是任明阳已经自顾不暇了，哪里还有心思管他？林莹只能收回视线，夹着屁股慢慢挪进了厨房。她的背影看起来很凄凉，每一步都像在忍受着巨大的痛。说真的，我都觉得她委屈，白天当牛马，晚上当咯咯哒，还要带着工伤给我做饭，真是太惨了。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林莹的动作显然比平时慢了许多。任明阳紧紧咬着唇，扶着沙发边缘慢慢坐下，脸上的痛苦快要溢出来了，但还是强忍着没发出声音。我装作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，走到他身边，亲昵地搂住他的脖子，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，还故意来回晃动。老公，小宝不在家，咱们终于可以过2人世界了。任明阳的身体猛地一僵，脸色很难看，他的手指紧紧抓住沙发的边缘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我坐着来回捻了捻，任明阳终于忍不住了，他一把将他推开，动作之大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被他推得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老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稳住身体后，装作不经意瞥了眼他的裤子，上面有一片阴影，应该是血又渗出来了。我语气里满是担忧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给我看看。
说完，我伸手就要去扒他的裤子，任明阳却像是被吓到了一样，整个人猛地往后缩，慌乱中又扯到了伤口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，带着几分颤抖。没事，就是突然尿急。他死死捂着下身，夹着大腿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卫生间挪去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看着他狼狈的身影，心情大好。今天趁着他们不在家，我已经在家里的每个隐蔽角落都装满了监控，确保无死角地记录一切，包括卫生间。监控画面里，任明阳小心翼翼地揭开绷带，露出下面血肉模糊的伤口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药膏，颤抖着手指，一点点涂抹在伤口上。药膏触碰到皮肤的瞬间，他疼得直抽泣，却硬是咬着牙不敢发出声音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涌起一阵快意，没想到502胶水的威力竟然这么大，我不禁开始好奇林莹的情况会是什么样。她的伤口范围更大，想必更加痛苦吧。过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任明阳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。他走路时双腿不断发颤，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语气故作关切：“老公，真没事吗？”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声音虚弱地回答：“真没事。”我笑了笑：“那就好，吃饭吧，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了大餐。”到了饭桌前，任明阳彻底僵住了，他盯着满桌的麻辣小龙虾、蒜蓉扇贝、香辣蟹，声音发抖：“老婆，怎么这么多海鲜？”我笑眯眯地把他们两人按在座位上。这段时间你们照顾我辛苦了，我想好好犒劳你们。说着，我给他们的碗里各加了一只大虾。来，多吃点，别客气。林莹的脸色也变得难看，她低着头，手指紧紧攥着筷子，怎么也下不去口。任明阳剥壳时手指微微颤抖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坐在一旁，若无其事地开口道：“昨天小区里有个劲爆的大瓜，好像是一对男女玩的太大了，被送到医院了。听说还是我们这栋楼的，丢死人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分开。”任明阳的手一抖，虾掉到了桌子上。我装作没看见，继续开口道：“老公，你知道是谁吗？”任明阳眼神躲闪，声音不自觉结巴了起来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“咦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”也许是心虚，他们只能陪着笑，艰难地吞咽着食物，而我则在一旁吃着月子餐，心情格外愉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变着花样给他们点外卖，蛋糕奶茶、炸鸡汉堡、海鲜大餐、川菜湘菜，每一顿都让他们吃得脸色发青。任明阳走路夹腿的幅度越来越大，而林莹已经没办法正常坐下来了。在第3天的晚上，林莹终于忍不住了。凌晨，次卧，林莹站在床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任明阳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干了，你给我100万，现在就打入我的私人账户。”任明阳皱起眉头：“你疯了吗？我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？”林莹冷笑一声：“医生说我直肠神经损伤不可逆。”她突然脱下裤子，露出伤口。灯光下，她的伤口已经溃烂流脓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如果再这样恶化下去，我可能连人工都要装了。我要100万，过分吗？她的声音越来越高，情绪近乎失控。还是你想要让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情？任明阳死死盯着林莹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敢威胁我？”林莹毫不退让：“这不是威胁，这是交易。你给我钱，我走人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否则……”他没有说完，但话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。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任明阳的拳头握紧又松开，最终他妥协了。行，我可以给你钱，但100万不是小数目，我的钱都在沈如月那里，我需要时间周转。他试图拖延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。你先离开，过几天我一定给你转账。林莹冷笑一声，显然不相信他的鬼话。他从包里抽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借条，甩在任明阳面前。口说无凭，你先签了借条再说。任明阳低头扫了一眼借条，脸色更加难看。什么？逾期1天1%的利息？你这已经不是高利贷了，你这是抢钱。那我现在就去告诉沈小姐我们之间的事情。我签。任明阳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，看着他的手颤抖着在借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嘴角微微上扬。想要钱？等屁吃吧！我转身回到卧室，迅速将账户里的钱分成了好几部分，一部分买了定期的理财，另一部分转入以小宝名义开设的教育基金账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莹匆匆收拾行李准备离开，她的动作很轻，像是怕吵醒谁。当她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时，我才慢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。林莹，这么早要去哪里啊？她低着头，声音有些发虚。沈小姐，家里有点急事，我不干了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只是拿出手机给她转了这个月的工钱。这是这个月的工钱，拿着吧，路上小心。她的手指微微发抖，眼神躲闪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匆匆道了声谢，转身快步离开了。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从不克扣工资，但该算的账1分都不会少。回到屋里，任明阳还在床上昏睡，他的伤口越来越严重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臭味。这几天他涂药的频率明显增加，甚至半夜都能听到他在卫生间里压抑的呻吟声。我走进卫生间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辣椒素注入他的药膏中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将药膏放回原处，心情愉悦地回到床上躺着，静静等待好戏开场。没过多久，任明阳醒了，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卫生间，像往常一样脱下裤子，准备处理伤口。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溃烂，边缘还有些发黑的坏死组织。他咬着牙，用棉签蘸着药水清理伤口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。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我忍不住感叹，任明阳还真是能忍啊，这几天硬生生挺了过来，倒也算是个狠人。任明阳拿出药膏，挤出一大坨，涂抹在伤口上。下一秒，他的身体猛地僵住，随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。啊！
我推门而入，满脸紧张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任明阳的脸因为痛苦扭曲的几乎变形，额头上青筋突突暴起，他用手疯狂抓挠着溃烂的皮肤，滴的地板上满是血。快送我去医院！他几乎是吼出来的，我故作惊慌。怎么回事？老公，你剧场怎么长到前面来了？他根本没力气回答我，只是一味地抓挠着伤口，借此来减轻痛苦，直到他疼得晕厥了过去，我才慢悠悠地掏出手机，拨打了急救电话。急救室外，医生脸色凝重对我说：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，组织已经坏死，继发感染。目前有2种方案，一是保守治疗，但感染风险很高，可能会危及生命；二是进行切割手术，彻底清除坏死组织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那就割了吧。医生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，不再考虑下吗？这毕竟是很重要的部位。我神色坚决，接过手术同意书，刷刷刷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任明阳再次睁眼时，已经是手术后的第2天，麻醉的效果正在慢慢消退，他的眼神还有些涣散，直到看到我站在床边，才逐渐聚焦。老婆，我将离婚协议书甩在桌上。任明阳，离婚吧，孩子归我，财产也归我。他愣了一下，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强撑着挤出笑容。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？我瞥了一眼他的下身，讥讽道：原来小区里那对黏在一起的男女是你们啊！任明阳，你可真厉害，出轨我的月嫂。他听了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嘴唇颤抖着，试图辩解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先勾引我的，我发誓，就一次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。他死死拽着我的衣角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会犯的错误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签字吧，别闹得那么难看。任明阳的眼泪落了下来，他故作深情看着我，声音哽咽：老婆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就是我的命啊！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他突然疯了一样抓过协议书，将它撕了个粉碎，碎纸片像雪花般落在病床上。任明阳的双眼通红，声音嘶哑：我不离婚，我死也不要离婚。他伸手想抓我的胳膊，却被我侧身躲开。他的情绪更加激动。小宝还那么小啊，你忍心让他没有爸爸？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。这话我信。我打断他，直接按下了他举起做发誓状的右手。他脸上刚浮起的一丝希冀，却在我下一句话里碎成了渣。毕竟你的作案工具已经被没收了。这时候，任明阳好像才突然意识到什么一样，他低头掀开被单，目光落在自己的下身，眼神从茫然到惊恐，再到绝望，最后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：不！这不可能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任明阳眼神空洞，好像所有的希望都在一瞬间崩塌。我很坦然地开口道：这是并发症导致的，医生可以作证。不过手术同意书我确实签得很痛快。他嘶吼着，挣扎着，想要从床上爬起来掐我的脖子，然而他的身体刚一动就被输液管绊住，整个人狼狈地摔回床上。我从包里掏出备份的离婚协议书，直接拍在他脸上，财产全归女方，所有的几个大字正好盖在他的眼睛上，好像是对他最后的嘲讽。你做梦！任明阳的眼底泛起癫狂的血色，声音嘶哑：只要我不同意离婚，你这个婚就离不掉。就算真离了，你没工作没收入，你说法官会把小宝判给谁？见我沉默不语，任明阳突然低笑了起来，笑声中带着一种病态的得意，他的神情变得很温柔。老婆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只要你也把那里缝起来，这样我们都可以守着对方过日子了，和以前一样，多好啊！我脑子嗡的一下，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他。任明阳居然变态至此吗？任明阳却好像突然间想通了什么一样，他神色越来越笃定。老婆，你生过孩子，又丑又胖，除了我，没人会要你。你现在给林英转100万，他以后再也不会打扰我们了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气笑的。任明阳怕我气得不够狠，又加了一句：不过以后家里会全得听我的，你不能再有半点意见。我沉默，拿起桌上的热水壶，掀开盖子，毫不犹豫地将滚烫的热水全部浇在了他的双腿间。对不起，手滑了。我语气轻描淡写，好像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啊！任明阳痛得整个人缩成了一团，脸色瞬间涨红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世界终于安静了。任明阳说的对，如果他不同意，我确实没办法轻易离婚，法律程序繁琐，耗时耗力，更何况他一定会和我争小宝的抚养权。既然如此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丧偶或许比离婚更简单，也更彻底。我把任明阳和林莹粘在一起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不到半小时，转发量就破万了，还冲上了同城榜的热搜。任明阳彻底社死了，个人信息被扒了个底朝天，他的朋友们纷纷和他断绝了关系，甚至连多年未联系的老同学都发消息来骂他。公司也以影响企业形象为由，迅速将他开除。现在好了，任明阳和我一样，也没工作了。与此同时，任明阳的病房成了医院的网红打卡地，每天都有病人或家属特意绕路过来，隔着玻璃对他指指点点，有些人甚至直接冲进病房，对着他吐2口唾沫。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，任明阳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他开始在病房里砸东西，整天在病房里大喊大叫的，吓得护士们都不敢轻易靠近。医院不得已把他调到了一个偏僻的单人间，免得影响其他病人。我趁他不在的时候，在病房的隐蔽处装了个监控，镜头正对着他的病床。闲着没事，我就打开手机看看他在病房里发疯的样子，还别说，挺解压的。
从任明阳的交易记录中，我意识到自己并非唯一的受害者，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庞大的黑色产业链。于是，我开始在宝妈群里暗中调查，很快就找到了几位有类似经历的姐妹，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，但苦于没有证据。然而，大部分人和我一样，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每晚喝着丈夫端来的加了安眠药的牛奶，毫无察觉地沉沉睡去，还要感激他的贴心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我们发现林英所在的月嫂机构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这家机构表面上打着专业母婴护理的旗号，实际上却将目标群体锁定在了宝爸们身上。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，新人入职要先学半憨，头发必须扎最土气的低马尾，制服要选大两码，走路时鞋跟永远拖着地，营造出一种淳朴老实的形象。在工作中，他们会刻意避免与宝爸们有过多接触，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拘谨，这让许多宝妈对他们放松了警惕。毕竟谁能想到，朴素的月嫂服下竟藏着性感的蕾丝内衣，这种在老婆眼皮底下的隐秘诱惑，让许多宝爸们无法抗拒，他们享受着这种偷腥的快感。因此，像林莹这样的月嫂在市场上异常抢手，他们不仅能拿到高额的工资，还能从宝爸们那里获得丰厚的加班费。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到同样的伤害，我们将搜集到的证据提交给了警方，警方对此高度重视，迅速展开了突击行动，很快就查封了这家月嫂机构，多名涉案人员被当场抓获。但遗憾的是，林莹却在这场行动中逃脱了。再次见到林莹时，是在任明阳病房的监控画面里，她戴着口罩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她的身后站着几个膀大腰圆的纹身大汉，个个神情凶狠。任明阳躺在病床上，神情萎靡不振。当林莹脱下口罩时候，任明阳的眼里满是愤恨。都是你的错，如果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林莹嗤笑一声，语气中满是不屑。是我逼你脱裤子的吗？你自己管不住下半身，现在倒怪起我来了。任明阳艰难地抬起手，试图按下床头的呼叫铃，然而他的手还没碰到按钮，就被林莹身边的大汉一把拧住，狠狠地反扣在背后。啊，痛！有话好好说啊！任明阳痛得直冒冷汗。你欠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给？我真的没钱了，钱全被沈如月拿走了。你们去找他呀！是他把润滑油换成了502胶水，是他害得我们变成这样。大难当前，任明阳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了出去，试图用我来转移林莹的怒火。然而林莹却不为所动，她蹲下身，一把抓住任明阳的衣领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会信？今天不给钱，你就悲惨活着走出这个病房。”任明阳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。我真的拿不出钱，不然我把沈如月骗过来，你们找他要。他说这话时，脸上满是狠戾，看得出来他很想我死了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是任明阳。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。老婆，我同意离婚了，你现在过来医院一趟吧。我淡淡的回应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挂断电话后，通过监控画面，我看到任明阳兴奋地冲着林莹开口道：“沈如月一会儿就过来。”林莹却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，满脸鄙夷：“你真恶心，这么轻易就把自己老婆出卖了。”任明阳咬牙切齿道：“是他先对不起我的，他害得我一无所有，我凭什么还要护着他？”半小时后，林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她直接一耳光扇在任明阳脸上。他怎么还没来？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耍我？任明阳被打得偏过头去，嘴角渗出一丝血迹，慌忙解释道：“可能是堵车了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”电话再次响起，这次任明阳的声音里满是急切：“老婆，你怎么还没来？”我压低声音，故作紧张地说道：“老公，警察刚和我说，他们发现林莹的行踪了，他可能知道是你报的警，会去医院找你。你到时候先拖住他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”你瞎说什么？任明阳的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被林莹一把抢了过去。他用力将手机摔在地上，手机瞬间4分5裂，碎片飞溅。任明阳，原来是你害得我被通缉！林莹恶狠狠地瞪着他，恨不得将他撕成碎片。任明阳试图从床上爬起来逃跑，却被大汉一把推了回去。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病床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床架都跟着晃动了几下。是沈如月乱说的，不是我报的警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直接被大汉用袜子堵住了嘴。林莹挥了挥手，给我打！大汉们立即围了上来，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任明阳的身上。任明阳努力将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团，试图躲避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只听咔嚓一声，任明阳的肋骨好像又断了几根，他疼得浑身发抖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但因为嘴被堵住，连惨叫都发不出来，只能发出低沉的呜咽声。再用点力，没吃饭吗？林莹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，眼神中充满了快意。砰砰砰，大汉们的拳头更加凶狠，每一拳都带着十足的力道。任明阳的身体像破娃娃一样被打得东倒西歪，他全身开始剧烈抽搐，看着居然是神志不清了。够了！林莹终于挥了挥手，示意大汉们停下。他走到任明阳面前，朝着他吐了一口口水，满脸厌恶。这辈子最恨你们这些出轨渣男了，我呸！说完，他带着大汉们转身离开病房。然而刚打开门，他就被警察抓了个正着。任明阳再次被推进了抢救室，这一次他的情况比之前更加危急，医生们拼尽全力，但他的内脏多处破裂，失血过多，最终抢救无效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任明阳最后的愿望是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还是去了。病床上的任明阳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，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他看到我进来，眼睛突然亮了一下，像是回光返照一样。他艰难地抬起手，朝着我的方向伸过来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站在原地没有动，
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，用嘴型回了他3个字：去死吧。他看懂了，他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，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，鲜血突然从他的口鼻中涌了出来，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。任明阳死了，眼角还挂着一滴眼泪，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。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而林莹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。他因故意伤害致死罪、卖淫罪等多项罪名被起诉，最终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。站在法院门口，我抬头望向天空，阳光很灿烂，未来路还很长。任明阳的后事是他远房亲戚帮忙处理的，我没露脸，只让律师赚了一笔丧葬费，算是仁至义尽。那些亲戚私下里嚼舌根，说我心狠，可他们从不知道，这个男人曾在我坐月子时，在我的孩子身边做过何等龌龊的事。有些恨不是一句逝者为大就能抹平的。林莹的判决下来那天，我正在给小宝喂辅食，手机弹出新闻推送，指尖顿了顿，终究还是划开看了。死刑立即执行，没有半分同情，只觉得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他靠着欺骗和算计谋财，靠着破坏别人的家庭谋利，最终把自己送进了地狱，不过是因果循环。警方后续又顺藤摸瓜，端掉了那家月嫂机构的上下游产业链，牵扯出不少做着类似勾当的家政公司。城市里的宝妈群里一片欢腾，很多人都说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，生怕身边的月嫂是披着羊皮的狼。我看着群里的消息，默默退了群。那些不堪的经历，我不想再时时记起，只想和小宝安安静静过往后的日子。那段时间，爸妈一直陪着我，帮我照顾小宝，家里的氛围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哪句话触到我的伤心处。可我其实早已经走出来了，哭过恨过，也亲手报了仇，剩下的只有对生活的清醒。我知道，沉溺于过去的黑暗，只会让自己和小宝都活在阴影里。我要做的是撑起一片天，让小宝在阳光下长大。任明阳留下的房子，我闲个影，挂出去卖了，用卖房的钱加上我之前转移的财产，在城郊买了一套带小院的房子，不大但温馨。推开窗就能看到绿树和田野，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。小宝刚学会爬，总喜欢在小院的爬爬垫上滚来滚去，咯咯的笑声能驱散所有的阴霾。如今我需要一份能让我站稳脚跟的营生，思来想去，结合自己坐月子的经历，开了一家专为宝妈服务的工作室，主打产后心理疏导和科学育儿指导。我见过太多宝妈在产后陷入焦虑，见过太多人被婚姻和孩子困住，我想做那个拉他们一把的人。工作室刚开的时候，生意并不好，没人相信一个刚经历婚姻背叛的女人能给别人做心理疏导。我不气馁，每天泡在图书馆看专业书籍，去参加育儿培训，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经验，告诉那些迷茫的宝妈，女人的价值从来不是依附于男人，而是活成自己的光。慢慢的，有人开始愿意相信我，来工作室的宝妈越来越多。有个刚生完孩子的姑娘哭着跟我说，发现老公和闺蜜暧昧，觉得天塌了。我没有劝她原谅，也没有劝她离婚，只是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她听，告诉她无论选哪条路，都要先对得起自己。如果想继续过，就守住自己的底线；如果想离开，就攒够底气，别怕。姑娘后来想通了，果断离了婚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偶尔会给我发消息，说她找了份工作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看着她的消息，我心里暖暖的，原来我的一点点微光也能照亮别人的路。小宝1岁生日那天，工作室的姐妹们都来给小宝庆生，小院里摆了一张长桌，摆满了蛋糕和鲜花，小宝被大家围着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有人问我，如月以后打算一个人过吗？我看着小宝软糯的小脸，笑着说，顺其自然吧，遇得到良人就携手同行，遇不到我就带着小宝过好每一天。我不是不相信爱情了，只是不再把爱情当作人生的全部。经历过任明阳的虚情假意，我更明白，真正的爱是尊重，是忠诚，是携手面对风雨，而不是演出来的温柔，藏在背后的龌龊。与其将就，不如独处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小院里的月季开了一茬又一茬，小宝从蹒跚学步到能奶声奶气的喊妈妈加油。我的工作室也越做越大，开了分店，雇了专业的老师，我终于不用再事事亲力亲为，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小宝。闲暇时，我会带着小宝去公园放风筝，去郊外摘草莓，去海边看潮起潮落。小宝总喜欢揪着我的衣角，仰着小脸问，妈妈，天上的云为什么会动呀？妈妈，小鱼为什么会游呀？我蹲下来，耐心地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，看着他眼里的星光，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有一次带着小宝去超市，偶遇了任明阳的前同事，他看着我和小宝，愣了半天，才讪讪地说，沈小姐，你现在变化好大，比以前更精神了。我淡淡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带着小宝转身离开。他不知道我如今的精神是靠自己一点点挣来的，是摆脱了虚假的婚姻，活成自己后的从容。任明阳的名字渐渐成了我生命里的一个符号，提起时心里再无波澜。那些曾经的背叛和伤害都成了我成长的养分，让我学会了坚强，学会了独立，学会了如何爱自己，如何爱孩子。深秋的傍晚，我牵着小宝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晚风拂过，带着桂花的清香，小宝的小手攥着我的手指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路边的路灯次第亮起，昏黄的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拉出长长的影子。小宝突然停下脚步，指着天上的月亮说，妈妈，月亮跟着我们走呢。我蹲下来，把他抱进怀里，看着天上的圆月，轻声说，是啊，小宝，月亮会陪着我们，妈妈也会一直陪着你，岁岁年年，平平安安。晚风之意吹散了过往的阴霾，岁月温柔，守着眼前的安澜。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不会一帆风顺，但只要我和小宝在一起，心向暖阳，便不惧风雨。那些打不倒我的，终究会让我更强大，而我的余生只会和小宝一起，在平淡的日子里守着简单的幸福，岁岁安澜。